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属牛的在2024年经历过了一个情绪过山车过后，今年呢却成了另外一个魔术师。那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那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属牛的在这个乙巳年2025到底会迎来如何的一个运势啦。首先呢，我们来看它有的吉星只有2个。对比去年呢，你们的吉星是非常的多，今年呢只有2个，非常的简单，只有华盖还有三合。华盖呢讲的是你个人的一个创意，你很多创新的一些点子甚至你个人的一个才华呢，在今年都会特别得到关注，或者呢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去展现出来。那三合呢，讲的是一些新的机遇，可能是一些人事或者一些项目很容易呢都会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那这2个吉星呢，我们比较难单独来看，所以呢，我们一起结合凶星的话，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会说他们是魔术师了。转眼间我们就来到了2025年，也就是乙巳年那在这个全新的一年里面，又会带来怎样的危机还有机会呢？在来临的这个线上分享活动启动2025，我将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今年有的能量组成会是如何。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八字、风水、奇门遁甲，甚至易经的方式来协助我们创造最好的一年啦。那如果你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记得点击下方的这个链接去报名。那我们到时线上活动见。你可以看到呢，凶星我们有黄帆，还有天库、白虎，还有天雄这4个。那基本上黄帆的话，代表的是你可以想象在外面有很多人呢拿着一个旗帜，然后来找你算账，所以呢，它代表的是一些外在的负面评价。你在今年呢会特别的多，甚至呢，我们可以说你会开始集结一些黑粉，很多黑粉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个人呢就会陷入一种非常情绪化的状态。所以天库讲的是你今年因为这样子的一些动荡、一些批评你承受不了，所以你个人呢会比较容易情绪低落很容易情绪起伏比较大。那白虎跟天雄呢，这2个都是比较冲动型的凶星，它代表的是好像有人来批评你的时候，你很有那种冲动要去上去跟他对着干，或者呢你要赏他一个巴掌这样子。所以呢，通常有这个白虎天雄在凶星里面的时候，我都会建议你这个人呢，在今年要比较心平气和一点啦，不然的话呢，我们很容易会陷入这个凶星所带给我们的一个负面影响啦。所以我们结合这个吉星跟凶星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会觉得你们今年的策略就是要如何把这些很负面，尤其是外面别人对你一个负面评价，转换成好的，用创意的方式。所以呢，你就是要用你的华盖，你的一些很创意，或者你个人的一些才华，来把这些别人对你的不看好，或者对你的一些批评，把它们转换成好的东西。因为呢，你本身在今年的吉星呢非常的少，所以呢，你的这个好的这个扶持其实不多，所以呢，你只能用手上仅有的这个华盖还有三合那华盖呢，基本上就是用一些方式好像变魔术、变魔法这样。别人丢你一个臭鸡蛋，你把它变成新鲜的煎蛋 ，OK？ 所以呢，它就是一个好像变魔法这样子，把它变成一个好的东西啦。那我们这个华盖呢，也是可以这样子用一些创意的方式，把它转换这些负面的评价、负面的能量丢来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好的去应对他们了。所以呢，在今年
你很大可能呢，就是你个人的这个才华，你的这个能力啊，都会得到展现。别人呢会特别容易看到你的一些能力，你的技能。另外啊，因为你们也是有这个三合啊，会导致呢，你有很多完全不熟悉的一些人，一些陌生的脸孔啊，出现在你的眼前啊。因为这些陌生人呢，他们之前呢都不理解你，他们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的个性，你的一些价值观是什么，所以呢，他们很容易呢就单凭你讲过的一句话，或者看到你的样子，他就觉得他看你不顺眼，所以呢，这个呢也会加剧更多的一些黑粉啊聚集在你这里。所以呢，你们今年的一个主题啊，真的要懂得利用这些负面评价。我们在市场营销，在 marketing 里面，其实有一句话是讲，所有的流量，无论是好的不好的，其实都是流量。好的流量当然是好啦，别人因为你做一件好事，因为你的一些才华，别人呢认可你，别人赞赏你，然后开始追随你，那这个当然是好。但是呢，有时候啊，负面的一些评价，负面的一些新闻啊，如果你懂得要如何转换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因为通常啊，别人来批评你，来攻击你的时候，就代表他们是不认同我们的一些东西。那很多时候啊，我们反而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反对的声音，我们更好的去确立，去设立起我们相信的东西。所以呢，别人啊会看到你哦，原来呢你坚持的一个界限，你坚持的一个原则，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很多时候呢，反而是这种的反对的声音，让别人呢更容易看到你真正相信的东西是什么啦。那这个呢，其实在我的频道里面也是很常会看到，所以呢，有些时候啊，有黑粉的话，我都会尽可能去利用，来让它凸显我的一个价值。所以属牛的，你们今年就是要做这样子的事情了。所以呢，我们总结的话，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你要化悲愤为力量。别人攻击你的时候，你感觉很生气，我很想上去打一拳的时候，你要把这个全部收集起来。有些时候啊，它反而会变成是一种改变你的一个力量。当然，我们的这个改变啊，我们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嘛，所以呢，你就要懂得如何把这些不好的东西转换 ，OK， 用华盖的力量去转，反而呢变成了你的一个力量，你的一个能力，或者呢你的一个很独特的人设。所以属牛的记得要这么做啦，记得这一句话。另外呢，属牛的在今年呢，我们跟这个太岁呢其实是有一个关系的。我们的巳就是蛇啊，跟这个牛丑是有一个半合的关系。半合呢是源自于三合啦，三合呢代表的是我们也有三个生肖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就会变成很强大的一个组合这样子。但是呢，因为只有牛还有蛇，所以呢，当你们这样子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嘛，我们叫半合。但是半合呢，它也是有它的作用的，代表的是会有一些新的人或者一些机会啊来到你的生活，然后这些人啊或者这些机会呢，是你之前完全没有想过的，或者呢你是非常的陌生、很不熟悉的一些语境或者一些项目会来到你这里。那对有一些人来讲啊，太多陌生的东西啊，会让他很恐惧，让他很担心、很烦恼。但是呢，对有一些人来说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新的东西或者陌生的东西，就是一个扩张的时候。如果我们啊，在某一个情境里面时间久了，很多时候啊，我们就会处于一种比较停滞。所以对有一些人来说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的时候，是扩张非常好的一个时候了。所以呢，你就要问你自己，你现在是处于
哪一个状态呢？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担心、很容易压力、很容易焦虑的人，这个半盒呢，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烦恼了。那如果你不想让它成为一个烦恼的话，你就呢要放开自己的一个心态，让自己的视野看开一点，看大一点，看阔一点，让自己呢更容易去接受一些很陌生的、很新的一些事物来到你生活。很大可能呢，就是因为这些新的事物会改变你的人生，或者呢把你带到更好的一个层次去了。你要杠杆它，还是呢你要让它成为你的一个烦恼啦？所以呢，如果你是聪明人的话，肯定呢就要让它成为你的杠杆了。好，那以上呢就是属牛的在今年会有的吉凶星状态。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其实每一个人呢，你不是只有一个生肖，而是有4个。那你可能按这个视频呢，是因为你是属牛的嘛，你觉得我在牛年出生，所以呢我就是要看这个视频。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有4个生肖会出现在年、月、日、时。所以年的话就是牛的年份，月的话代表是如果你大约出生在1月份，那你很有可能呢你的月也是一个牛，或者你的日也是一个牛。那这个呢我们就要通过八字的命盘排出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日是不是牛还是其他的什么生肖。如果你晚上半夜1点到3点，凌晨1点到3点出生的话，你也是出生在丑时。那只要你的八字里面任何一个地方有这个丑，也就是牛那这个视频呢其实都适用在于你的身上。年的话讲的是我们的社交圈子，我们的朋友圈。那月份的话讲的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那日讲的是个人的感情，我们的伴侣。时的话代表比较多东西，它可能是你内心的想法，或者呢你的员工、你的孩子，还有的是你所买的一些资产，你投资的东西了。那所以接下来呢，我就来看一下属牛的，如果你这个牛是在不同的位置的时候，它代表的一些情况会有不一样。那我们刚才讲的建议呢，都是适用的，只是呢这个部分是会更细致。那年的话，如果是出现丑，讲的是你真的在今年呢很容易招惹黑粉那这个黑粉呢很有可能是从你的朋友你刚认识的一些人来的啦。所以呢你在这个部分你就要去思考，你到底要用什么心态去应对他们。他们很有可能呢是因为被你的才华或者你的能力所吸引来的。但是呢，因为每个人的一些心态不一样嘛，他有时候看到别人比他好，能力比他好的时候，就会开始变得讨厌你或者一直要针对你去批评你所以呢，你就要问自己，你对自己真的有足够的信心吗？你对你做的这些事情，那别人呢对你的评价是不是那么的重要？那这个评价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啦，它只是出现在1年里面。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的话，你就当做耳边风就好了 ，OK？ 然后你开始呢去远离这些所谓的黑粉或者这些黑的朋友。那如果是月份的话，是出生在1月份，这里呢很大可能会出现丑，那讲的就是在你的工作里面很容易招惹黑粉。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其实就是用你的能力，用你的才华，用你真正的那个实力去说话。那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者别人的一个眼神，或者一个批评我们就很容易陷入跟别人去争吵，或者呢陷入别人的一个负能量漩涡里面。但是呢，属牛的在今年呢，你们要做的就是真的用你们的实力，用你们真正有的一个技能去说服别人，让别人看到你真的是
很厉害的一个人。那真正可以看到你价值的，他们懂你不是只是空谈，或者呢只是陷入一些很无谓的争吵里面的话，其实会有不少的人呢会愿意把更多的机会给你的啦。因为呢我们不要忘记你还有3盒嘛，所以呢当这些人这些机会来到你这里的时候，你呢就是那一个可以很容易抓到的那个人因为呢你不再陷入那种无谓的挣扎或者无谓的争吵里面。而且呢我们有这些白虎、天雄这些凶星虽然说我们叫凶星，但是呢它其实会让你呢做事情更有干劲，更有动力。虽然说他有时候会做事比较鲁莽一点，但是呢往好的一面去看的话，其实呢你个人会更容易的动起来。如果你之前呢是一个很懒散或者呢很停滞的一个状态的话，反而呢这个凶星会带来一点的动力，让你真的去做一点东西出来，你用实际的行动来说话了。好，那如果丑是出现在日的话，那就要比较留意啦，因为呢你有这个白虎、天雄这个其实呢都会造成你个人的这个内心情绪会比较不稳定，你做很多决定尤其是跟你的伴侣、你的家人、你的另外一半呢都会比较冲动一点，比较刚烈一点。那你很容易呢就会做一些决定或者说一些话，让他们不开心或者伤害他们。所以呢你尽可能呢要懂得让自己保持一点的耐心，多做一些可以让自己情绪稳定的事情。这些事情呢可能是去散步去外面的跑步，去接触多一点的大自然，或者呢做一点的禅修、冥想、静坐，这些呢都是可以很好让自己保持这个健康的情绪啦。当你在比较好的状态的时候，你其实呢可以适当的去展现你个人的一些能力或者才华啦。那这个在感情生活里面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代表你可能呢突然间会有很多才华涌现，或者一些思绪涌现，很多点子在这里，你要让对方呢更开心可能突然间呢把房间呢布置得非常的漂亮，或者呢你为他画了一幅画，创作了一首歌非常浪漫的这种感觉啦。所以呢在这个个人感情生活也是有帮助的啦，只是呢比较要多留意自己不要这么冲动。那如果来到10的话，这个呢更加要留意你自己的一个内心的对话跟自我的一个对话。因为你这些所有的吉凶星的能量都只是产生在你的内心里面。因为华盖是个很有想象力、很创意的一个能量，结合这个黄帆还有天库这些呢，就会导致你自己想象一些负面的评价，自己去想象别人呢是怎么看你，那实际上别人没有去批评你，是你自己想出来的。OK， 所以呢你要去多留意自己是不是有陷入这样子的一个很不好的负面循环里面。那我要提醒的是，你要多让自己把这个想象力呢用在对的地方。因为我们这个华盖出现在10的话，代表其实你的内心在今年呢是非常的富有想象力的。但是呢你不要去拿来想象一些不好的很负面的东西，你要用在去想象好的东西，可能可以用在创作在内容输出这些事情上，其实都会非常的好。那对于你的下属、你的孩子也是一样了。你在今年呢，可能会对他们有更多的一些想象。当你想的是负面的，你就会觉得对方呢都是负面的。你会觉得他要是来骗你钱来故意跟你作对让你非常的烦恼这些。但是很多时候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OK， 所以呢我们就要多留意你跟你的下属还有孩子你们在相处的时候，自己呢是不是脑补了太多不应该脑补的东西。
那在于资产方面的话，你要比较留意，比较小心一点。因为呢，有华盖代表可能你过度的想象美好，就是说这个投资呢肯定会赚钱，你自己想到天花龙凤 ，OK， 觉得这个可以变成未来我的100万或者未来的10桶金这样子 ，OK， 所以呢，这个呢，我们投资啊还是要回来一个比较实际的分析数字方面去下手了。所以呢，华盖呢对你来说没有太大的帮助，而且你还有天雄、白虎这些，所以你很容易呢会做一些比较冲动的决定。所以记得在投资方面要谨慎一点啦。好，那以上呢就是属牛啦，在我们的这个2025乙巳年呢会有的一个运势啦。那如果你是属牛的，记得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你们今年打算如何用这个能量呢？如果你们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属牛的家人朋友啦。那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